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段历史公案赵氏孤儿。相信大家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的熟悉了，特别是经过若干影视剧的渲染，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有关忠义的故事。但可能大家不太了解的是，其实这个故事真实的历史面目与忠义与牺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纯粹是一场因为乱伦而引发的灭门惨案，是一次晋国内部的权力之争，甚至更有可能是被奉旨涂改的面目全非的历史片段。对此呢，我们还不应过多的责备那些影视剧的创作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创作也是有史料可依的，他们依据的史料正是大名鼎鼎的《史记》。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在《史记》中关于这段事件却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那么太史公司马迁为什么要记录下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中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又是假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拨开这重重叠叠的历史迷雾，探寻一下赵氏孤儿背后的真相。咱们先来说说那个大家熟悉的版本。公元前597年，也就是晋景公3年，这一年呢，当时担任大司寇的屠岸贾向国君举报说赵盾涉嫌弑君之罪。当时赵盾已经过世，所以屠岸贾就要求追究仍然在朝担任要职的赵家后辈的责任。再后来，屠岸贾在未征求晋景公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率兵攻入了赵家的宫室夏宫，在那里杀死了赵家的后辈赵朔、赵同、赵括以及赵英宇，赵家举族尽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夏宫之难。当时赵朔的妻子赵庄姬身怀有孕，赵庄姬是晋庄公的女儿，是现今国君晋景公的姐姐，所以他就逃到了宫中去避难，而后诞下了一名男婴，取名赵武，这就是后来我们熟悉的赵氏孤儿。屠岸贾也得知赵家仍然有后，为了斩草除根，他就派人四处去搜索赵家孤儿的下落。赵家有2名门客，一名叫公孙杵臼，一名叫程婴，他们两人商量着一定要救下这个赵家的遗孤。当时公孙杵臼就问程婴说，抚养一个婴儿长大和现在就去死，哪一个更难一些？赵婴说，抚养孩子长大更难，生难死易。公孙接着说，你程婴受赵家大恩，理应选择做最难的事情，那就让我去死吧。于是2个人商量了一个对策，他们先从别人处买下了一个男婴，然后程婴故意向屠岸贾举报说发现了赵氏孤儿，又带着程岸贾的人来到了公孙杵臼和那个买来的婴儿的藏身之处。最终公孙杵臼和那名婴儿被杀，屠岸贾也觉得除掉了赵氏最后的余脉，这样程婴就可以带着赵武躲入了深山，在那里抚养赵武安全的长大。15年以后，也就是晋景公18年，这一年景公生病，梦中梦见是大业作祟。大业是赵氏的先祖之一，当时景公就招来他信任的大臣韩厥，问我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韩厥说，大业的后嗣赵氏就在我们晋国，不过已经被绝了嗣，想必是大业由此怪罪国君。想想赵氏对我晋国立有大功，现在却遭到如此对待，国人真是无不痛心的。晋景公听罢也觉得言之有理，于是就问韩厥，赵家真的没有后人了吗？韩厥看时机成熟，马上进言说，赵家其实还有一名后人。晋景公大喜，就让韩厥带着赵氏后人进宫来见。晋景公见到赵武以后，也了解了当时发生的情况，知道赵家是冤枉的，赵氏由此得到了平反昭雪，赵武也承袭了赵家的封邑，成为了新一代的赵家家主。等到赵氏孤儿赵武行罢了弱冠之礼以后，程婴就向赵武辞行，说当初之所以他没有去死，那是为了赵家仅存的后代，如今心愿已了，他要到地下去见公孙杵臼和赵家的先人了。赵武执意挽留，但程婴心意已决，最终程婴自杀而去。赵武为其守孝3年，再以后春秋2季，世事不断。以上呢，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赵氏孤儿的版本，出自于《史记·赵氏家》。后来元朝的剧作家季君祥，他创作了那部剧
赵氏孤儿冤报冤，以及以后很多的影视剧作品都是出自于赵世家这个版本。不过呢，也略有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被杀的婴儿由第三者的孩子变成了程婴亲生的儿子，这样呢就增加了程婴的自我牺牲的精神。第二，赵世家所言是程婴独自在深山抚养着赵武长大，而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则是赵婴带着赵武投入了屠洪贾的门下，而且赵武还认屠洪贾为义父，屠洪贾对他也是视若亲生。这样改编就增加了作品中的戏剧冲突。这样的桥段设计呢，想必很多朋友呢也都比较熟悉，在很多的古典文学中都有类似的桥段。比如说《隋唐演义》中，秦琼就是由他的杀父仇人杨林抚养长大的，秦琼也拜杨林为义父。而在《说岳全传》中，陆文龙也是被他的杀父仇人金乌珠抚养长大，他也是金乌珠的义子。最后秦琼和陆文龙都是反杀了自己的义父。从这点呢，或许我们也能看出来，在中国古人心目中，血亲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抚养之恩，这和我们现在的观念恐怕有些不同。第三，就是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做了更改。赵世家中说的是在晋景公期间，而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则改成了是在晋灵公时间。究其原因呢，我想恐怕是因为晋灵公这人在历史中本来就比较昏庸，所以呢，不黑白不黑，黑了也白黑。而晋景公呢，在晋国的国君中还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在他执政期间，虽然曾经败给了楚国，但后来也曾经打败了楚国，还打败了齐国，所以说还是有一番作为的。晋景公在历史上也是一名有名的君王，他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些功绩，而是因为他的死。有一年晋景公生病了，他经常做噩梦，梦中被厉鬼追逐，于是呢，他就找了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巫师，叫桑田乌，来为他诊病。那个时候巫医不分，桑田乌这个人巫术很高，但情商特别的低。诊治一番以后，就对晋景公说您就放心吧，您肯定见不到今年的新麦了。那也就是说，晋景公活不了几个月了。晋景公很生气，就将桑田乌赶出去。再以后，他的病情日渐的加重。当时晋国与秦国交好，而且秦多名医，于是晋景公就向秦国国君求助，让他派名医来晋国为他诊治。秦国的国君也答应了。就在这时候，晋景公又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身上的病患变成了两个小人，其中一个小人对另外一个小人说你知道吗？医患要来了。医患就是秦国要派来为晋景公诊治的那名名医，他名曰患，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医患。这个小孩说医患要来了，他的医术很高，咱们看看是不是躲起来。另外一个小孩则回答说，居荒之上，槁之下，奈我何？说我们在荒之上，槁之下，这个医患拿我们也没办法，膏肓都是处于心脏部位。后来医患来了以后，对晋景公进行了诊治，然后就告诉晋景公说，你已经病入膏肓，不可诊治了。晋景公听到医患所说与他梦中所梦到的事情完全一致，也就相信了医患。礼送医患出境，病入膏肓这个成语也就由此而来。晋景公还是有点不甘心，过了几个月，新麦成熟了，晋景公就让人马上割了新麦，煮熟了，他要准备吃。同时他还派人将桑田乌拘来，他想让桑田乌亲眼看着他的预言是如何破灭的。新麦煮上来，晋景公正要吃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据《左传》记载，将食胀如错，现而足。这个画面太美，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当时的情景。马上就要吃的时候，突然觉得肚子里很胀，于是就去厕所，但没想到不小心陷入了粪坑之中，现而足。古代的茅厕通常来说都比较简单，一般的老百姓比较好的处理这些污秽之物的方式，也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然后事后埋掉。这个古老的习俗就是到了现在也被某个特别恋旧的民族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一点呢，大家从加拿大的湖边、海边的沙滩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小沙堆上就能够看出来。挖一个坑埋起来，这已经算是很不错了。还有更不堪的，咱们就不说了。晋景公作为贵族国君，他如厕的地方当然要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好得多，至少会有一个棚子遮风挡雨，应该还会有几块木板
然后木板下面就是那些污秽之物。晋景公就蹲在那里开始思考人生，但怎么后来就掉进茅坑里的，这个就无从得知了。但他确实是掉进粪坑里了。事发当日的清晨，还有一名宫中的小太监曾经做了一个梦，说他梦中背负着国君升上了天，做了神仙，然后他还将自己这个梦告诉了自己的同事们。现在晋景公掉入了粪坑，同事们也就想起了这个梦，所以就命令这个小太监下粪坑，把晋景公的尸体背上来。最后这个小太监还为晋景公殉了葬。所以奉劝大家尽量少做梦，如果做了梦也最好不要告诉别人。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但有时候达成的可并不见得是自己的愿望。晋景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现在看来还是一个谜。有些学者认为，考虑到晋景公曾经病入膏肓，那么他很可能患有心脏病，最后死因有可能是死于心肌梗塞，在如厕的时候因为用力过猛引发了心肌梗塞。这种说法呢，听起来是颇有几分道理，但后世的某个人对此仍然提出质疑，认为即使是否定了晋景公是被淹死的可能性，但仍然不能否定他是被撑死的。晋景公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愤，生的伟大，死的幽默。历史就是这样，他并不总是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有时候他也会掩嘴而笑。以上关于夏宫之难和赵氏孤儿的记载，均是出自于《史记》的赵氏家。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史记》中还有一个对这件事情完全不同记载的版本，这个版本就是出自于《史记》的晋氏家。他是这样记载的：17年前583年，诛赵同、赵括，族灭之。韩厥曰：赵崔、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嗣？乃复令赵树子武为赵后，复与之意。晋氏家中只提到，在公元前583年，也就是晋景公17年，赵氏一族被族灭，赵同、赵括伏诛。这里的赵括可并不是长平之战中的那个赵括。很多年以后，韩厥向君王说，赵崔、赵盾之功，岂能忘乎？所以国君又给赵氏恢复了名誉地位，让赵武承嗣赵氏的封邑。晋氏家中只提到了赵氏被灭，但没有说到赵氏为什么会被灭。而在《左传》中，我们找到了赵氏被灭的原因。《左传》非常清楚地记载，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赵庄姬是谁？赵庄姬就是赵氏家中赵武的生身母亲，她是忠臣赵朔的遗孀，是为赵氏后来的繁衍生息立下了大功的一个伟大的女人。但是在《左传》中却说她通于赵婴齐。赵婴齐又是谁呢？赵婴齐是赵庄姬的丈夫赵朔的叔叔。那也就是说，赵婴通于赵庄姬，说的就是赵庄姬与自己的小叔发生了不伦恋情。这对当时的赵家而言，绝对是一个天大的丑闻。于是《左传》又记载，元平放筑齐。元平分别是赵同和赵括的封地，所以这里指的就是赵同、赵括两个人。也就是说，因为这个丑闻，赵同、赵括决定将他们的弟弟赵婴齐放逐赶出了晋国。3年以后，赵婴齐客死他乡。得知赵婴齐的死讯以后，赵庄姬就做了一件给赵氏族人带来了巨大灾难的事情。据《左传》记载，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赠之于晋侯，曰：元平将为乱，栾却为政。6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续于公公。韩厥言于晋侯曰：承继之循，宣孟之中，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所以按照《左传》记载，晋景公之所以诛杀赵氏一门，竟然是出自于一起乱伦的丑闻。赵庄姬不满赵同和赵括流放赵婴宁，使赵婴宁客死异乡，所以就在晋景公他的弟弟面前诬告赵同、赵括试图谋反。他的这一诬告也得到了当时赵家在朝中的政治对手栾氏和阙氏的辅政。于是晋景公连同栾氏和阙氏一起向赵氏发难，诛灭了赵氏中赵同与赵括这两支。而在此过程中，赵庄姬以他的儿子赵武就藏在晋景公的宫宫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的株连。赵同、赵括死后，在韩厥的建议下，
赵武继承了赵家的宗庙，赵庄姬母子也成了这场赵家灾难的最大受益者。朋友们可能已经看出来了，《左传》的记载与赵世家的记载有几点明显的不同。第一，就是对赵庄姬的认识。在《左传》中，赵庄姬并不是一个受害者，更不是赵家的功臣，他是这场赵家灾难的始作俑者及最大的受益者。第二，赵朔与赵婴并不是死于夏宫之难，在夏宫之难中被诛杀的也不是赵氏全族，而只是赵同与赵括这两支。第三，也就是最明显的，完全没有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的踪迹。那么《左传》与赵世家关于夏宫之难的记载，哪一个更贴近于历史的真实呢？我觉得《左传》的记载更为可信。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左传》是比《史记》成书更早的历史著作，《左传》成书的时候，距离事发时间不过是过了不到100年，而《史记》成书于汉武帝时期，距离《左传》的成书时间又过去了400多年。所以从史学角度来看，《左传》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具有可信性。当然了，成书的年代也并不是绝对的，关键的还是要看书中所记载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赵氏家中对这件事情的很多记载都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或者是不合逻辑之处。首先就是屠岸贾这个人，在《左传》、《国语》以及《史记》晋世家中都找不到这个人的只言片语。如果真的如赵世家所言，屠岸贾是当时的一个权臣，而且他还做了灭了赵氏一门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的话，那么为什么在其他春秋的史书中竟然对其毫无记载呢？再有，如赵世家所言，屠岸贾当时担任的职务是大司寇，司寇是主管刑律的官员。司寇的职位虽然不低，但是在当时的晋国，真正把持朝政的是六卿。六卿我们可以理解为6大家族，后来3家分晋的赵魏韩就是出自于六卿。六卿的地位远远的高于司寇，而且六卿又掌管着兵权。那么一个小小的司寇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扳倒六卿之中的赵氏家族呢？而且他还带着兵，一个司寇哪来的领兵之权呢？再有，据赵世家记载，夏官之难是发生在公元前597年，也就是晋景公3年，赵同、赵括都死在了这场事件之中。可是在其他的春秋史书中，我们却能看到很多赵同、赵括在景公3年以后的政务活动的踪迹。他们二人的政务活动一直持续到了景公17年，而景公17年正是《左传》所记载的夏宫之难发生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左传》以及晋世家中的记载与春秋期间其他史书的记载是相吻合的，而赵世家的记载则明显不符。我们再进一步的推论，如果夏宫之难发生的时间并不是如赵世家中所说的景公3年，而是如《左传》记载的14年以后的话，那么此时的所谓的赵氏孤儿赵武应该也就不是一个婴孩了，而是一个14、15岁的少年。那么赵庄姬又如何在屠岸贾进宫搜索的时候，将已经14、15岁的少年赵武像抗日神剧中的裤裆藏手来那样藏在自己的裙下呢？如果没有赵庄姬的藏匿，那么又怎么会有后来的程婴、公孙杵击的那几番忠义之举呢？而如果没有了这些，那么在赵氏家中故意搭建的这个忠义的故事也就彻底的塌方了。我们再回头看晋世家中的记载，如果晋世家中的记载更加贴近历史真实的话，那么我们细究一下这场血雨腥风背后的主要原因，难道就是因为一场乱伦丑闻吗？如果没有赵庄姬与赵婴齐的通奸，难道就不会有这场夏宫之难吗？其实在我看来，赵家的这场灾难应该是无可避免的，这起丑闻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没有这个诱因，赵家也早晚会历经此难。其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当时朝堂内的斗争。当时晋国的权力大多集中在了赵家的手里。刚才说了，晋国实行六卿制，六卿基本上把握了朝政的大权。而在赵盾担任正卿的时候，六卿中有3位是他推荐入阁的。那也就是说，赵氏在六卿中占有了绝大多数，国君和其他家族的权力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也就引起了国君与其他家族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联合反赵。而赵庄姬呢，
他所想的也并不仅仅是为了他的情妇赵英奇报仇。当时她的丈夫赵朔早逝，赵武尚且年幼，赵家的大权基本上已经掌握在了赵同和赵括的手里。他要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儿子夺回在赵家的政治地位以及封邑，所以他就利用了自己先天的有利条件。他本来就是晋景公的姐姐，依靠这个条件，他就可以诬告赵同与赵括，实际上是借国君之手除掉自己家族内部的最大对手。而与此同时，晋景公与其他几个家族也正在寻找着扳倒赵家的机会。赵庄姬的诬告正好是投其所好，于是几方势力之下，赵家由此就被扳倒。扳倒赵家以后，晋景公还要防备着其他家族的乘势兴起，比如说当时的栾家，所以他又扶持起了自己的外甥赵武，让赵武重新执掌赵家，以此来限制其他家族的扩张。晋国的历史大都充斥着君权与倾权之争，通常都是一个家族做大以后，很快就遭到几个家族以及国君的联手打压。赵氏如此，后来的智氏也是如此，一直到六卿变成了三卿，只到了赵魏韩的时候，最后是分别建国，晋国结束了，这场纷争才算是真的结束。所以说，所谓赵氏孤儿的这段历史，在我们熟悉的中间对立、正邪较量的历史大剧的背后，是被掩盖掉的另一段无关正邪、无关忠义，只在乎政治阴谋以权力分配的政治游戏。既然赵世家的记载如此的不靠谱，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中还要将其收录在内呢？而且刚才还提到，关于夏宫之难，司马迁在《史记》中居然有2个版本。难道太史公是老糊涂了，忘掉自己已经曾经写过一个版本吗？其实并非如此。司马迁编著《史记》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叫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就是太史公并不简单的辨析哪段记载是真，哪段记载是假，他会将这2段不同的记载记载于《史记》的不同篇章之中，这样不管是信的还是疑的，都可以流传下去，让后人去辨析。这种手法在《史记》中经常出现，比如说关于秦王子婴的身份，在《秦本纪》中说秦王子婴是2世兄之子，而在《六国年表》中则成了2世兄，在《李斯列传》中则变成了始皇帝。再有，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采纳了很多民间的传说异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关于夏宫之难，司马迁在晋世家中延续了《左传》的记载，这样就保留了历史的真。而在赵世家中，他又接受了社会上关于这起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的描述，这是一个充满着道德正义性的版本，司马迁也将它收录下来，从而保证了历史的善。这样他就兼顾了史书的真实性以及所承载的道德责任，这或许是司马迁之所以这样做的最根本的原因。赵世家中所载的赵氏孤儿这个故事的出处到底是在哪里？现在恐怕已经很难界定了，有可能是来自于民间的传说旧闻，也有可能来自于赵家立国以后的官修史书。赵国国君的先祖之一赵武可以说是得位不正啊，说他是通过残害同族得以上位的话并不为过。特别是关于赵庄姬，赵家的后人在评论他的时候更觉得有些尴尬，残害同族不说，而且还与自己的叔叔通奸，所以赵家完全有可能掩盖这段历史，这样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就诞生了。图案谷其实并不是什么全神，在历史上它本来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因为赵氏孤儿的故事必须要找一个奸臣放在好人的对立面，所以图案谷这个临时工也就被抬到了他本来难以企及的地位。而程婴和公孙杵臼，也许他们真的是赵家的门客，也许他们真的为赵家做了忠义的事情，但恐怕他们所做的与赵氏孤儿故事中所说的完全不一样。他们确实受到了赵家后人的祭奠，但恐怕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后来又被移花接木，他们就成了赵氏孤儿这个故事中闪闪发光的人物。而到了后世，赵氏孤儿中所表现出来的仁义忠诚特别符合儒家的思想规范，所以赵氏孤儿的故事也就得以流传了下来。特别是到了两宋时代，宋朝的皇家也是姓赵，所以就更加用心的将这个故事推展开来。南宋时期，
偏安一隅的宋高宗赵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宋朝的赵氏孤儿。而元朝的文人纪君祥写下了元杂剧《赵氏孤儿》，其中很有可能包含着当时文人对故国的怀念，这些都促成了赵氏孤儿这个故事进一步的推广开来。有人说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它本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权者说什么，最后就变成了什么，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真实，也不存在什么正义。也许是因为我们看惯了太多因为政治需要、统治需要而被曲解的历史，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历史不过如此。我觉得这种想法有点太悲观了。我想请大家记住4个字：人短史长。任何当权者当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力任意的篡改历史，但是他总有下台的那一天。那些他曾经极力掩饰的事情，最终都会慢慢的大白于天下。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总有卸妆的时候。其实如何看待历史，和我们平时为人处事一样，我们心中都要秉持着同样一个信念，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